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5月 CPI 和 PPI 数据，像是一记重锤，砸在了本就脆弱的中国经济上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下降 0.1%， 环比下降 0.2%。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暴跌 3.3%， 创近2年最大跌幅，环比也下降 0.4%。一头是物价下跌，一头是工厂血亏。中国正在掉进一个没有尽头的通缩深渊。这是一组乍看不痛不痒的数字，却是压垮无数家庭饭桌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以为物价跌是好事，错了。价格战的尽头不是便宜的白菜，是关门的店铺，是丢饭碗的工人，是工厂主半夜对着账本发呆。这不是缓慢的衰退，而是一场看不见敌人的经济绞杀，把整个中国的消费、制造、就业拉入无声的黑洞。从2024年末起，中国 CPI 就持续低迷，而5月数据彻底击碎幻觉，居民消费指数创下年内最低，食品价格增长放缓，猪肉、鸡蛋、蔬菜均有不同程度回落，交通通讯价格下降，居民日常用品环比继续下降。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极其罕见的局面，连柴米油盐的价格都撑不住了。人们不是买不起 iPhone 了，是连空调都不想换了，连买1斤水果都要掂量掂量。中产对升级的向往变成了苟活的挣扎。在 CPI 结构里，有个诡异的现象被专业人士点出来，其他用品和服务成了唯一拉升核心 CPI 的板块。这个项目里面是什么？保险、彩票、美容、殡葬，一个比一个神秘，一个比一个诡异。说的直白点，是看得见的都在跌，只有不可说的在涨。比 CPI 更可怕的是 PPI。PPI 同比下降 3.3%， 环比下降 0.4%。生产资料价格大降 4%， 远超生活资料的降幅，是自2023年以来最严重的跌幅，几乎宣告了价格战全面失控。什么意思？ PPI 决定了生产端价格，也决定了企业利润。这个数据一旦长期为负，就等于告诉世界中国的企业在赔本卖吆喝。钢铁、煤炭、化工、有色金属，这些曾撑起中国出口大旗的产业，如今都在拼命降价保订单。据央视财经报道，部分钢铁企业已经在零利润运转，只为了不裁员、不停产。但这无异于饮鸩止渴，员工留下了，工资却砍了一半，工厂赚了，老板却愁白了头。比亚迪在5月再次掀起电动车降价潮，最高降幅达 34%， 本质就是汽车行业的集体自杀式降价。你便宜，我比你更便宜；你亏本，我赔得更多。而整个 PPI 的下滑，迟早也会传导到 CPI， 变成消费者通缩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，中国今年 CPI 预计为0，是其覆盖的近200个国家中最低的。换句话说，在全球通胀都在回落时，中国是唯一一个陷入通缩漩涡的超级经济体。这不是荣誉，而是耻辱，意味着全球消费回暖，中国消费走冷；全球供应链多元化，中国制造业被排挤；全球央行都在警惕通胀，中国央行却焦虑通缩。2025年已经走到一半，但中国人的钱包越捂越紧。房地产崩了，房价3年腰斩，城市家庭资产泡汤，就业变难了，平台经济裁员不断，国企大厂优化升级，出口疲软了，中美贸易战重燃，订单回流墨西哥、印度，年轻人不敢结婚，不敢生娃，不敢辞职，甚至不敢花钱。通缩不是价格便宜，而是没有人买。彭博社的经济学家警告，通缩压力还看不到尽头，政策资源并未流向消费者端，
价格战无助于实质改善。最可怕的不是买不起，是根本不想买了。面对消费萎靡，北京推出以旧换新补贴政策，鼓励消费者置换家电、汽车等代用品。但现实是残酷的，补贴门槛高，申请流程繁琐，商家涨价迎接补贴，补贴被反薅。换完空调不换电视，反而压缩其他消费品销量。补贴一次性刺激，无法形成长效需求。经济学家早已警告，消费是信心，不是优惠。中国人信心没有恢复，恐慌感却在蔓延。老百姓不是不想消费，是不敢，怕房价继续跌，怕被裁员，怕未来没保障。这个怕才是让 CPI 跌，让 PPI 崩，让 GDP 保不住的元凶。但这不是最惨的，真正的崩塌正在悄悄酝酿。PPI 已经连续20个月为负，企业的利润空间几乎被压榨殆尽。这种持续性的价格下跌，是中国制造体系正在流血的直接证据。为什么我们必须关注 PPI？ 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数据，而是中国经济造血的根本。当生产端价格不断下跌，意味着制造业公司只能靠不断降价苦苦支撑，这注定是一场自杀式竞争。工厂越做越累，利润越亏越多。越是降价，越是没人买，因为没人有钱买。你可能不知道的是，中国前500强制造业企业已有超过1/3的利润同比出现腰斩，而且这些还只是账面数据，真实情况只会更惨。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中的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低于荣枯线，这意味着哪怕你把价格压到地板上，市场上也没人来下单了。这不是经济恢复的低谷，这是陷入泥潭的开始。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诡异现象？ CPI 和 PPI 双双下滑，说明企业和消费者都不敢花钱，但官方却依旧在对外释放经济强劲复苏的信号。这简直就是自嗨式乐观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也直言，当前刺激政策更多是在基建和制造端发力，但消费者的钱袋子越来越紧，这不是一个均衡的复苏。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已经高达 43%， 但这不是因为大家富裕了，而是因为不敢花钱。年轻人不敢结婚，不敢生孩子，不敢买房，中年人也在勒紧裤腰带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不会被裁员、减薪，甚至被优化掉。一项清华大学今年对全国青年人群的调查显示，超 72% 的年轻人首选国企、事业单位作为就业目标，而选择创业或互联网公司的比例不到 5%。而与此同时，全国高校毕业生数量已突破1200万人，是历史最高点。应届生面临内卷的地域模式，去大厂太难，进体制太卷，留在民企太惨。2025年5月公布的城镇青年失业率数据，被中国统计局人为消失，不再单独公布。我们只知道2023年该数据最高飙到 21.3%， 即每5个大学生里就有1个找不到工作。而现在他们干脆不让你知道了。这是最让人绝望的现实，连统计局都开始掩盖真相。那真相到底惨到什么程度？很多人以为降价是利好消费者，但别忘了，这意味着企业无利可图，最终只能选择裁员、倒闭、缩减规模。这是一个清晰的死循环。降价，利润被压缩，企业裁员，居民收入减少，消费需求更弱，更加降价。2025年一季度，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仅 3.2%， 但剔除汽车和黄金珠宝的虚假繁荣后，真实消费可能接近零增长。而且这个冷感正在传导到中国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。沃尔玛、永辉、家乐福等超市频繁打折，用户消费却依旧萎缩。
海底捞、喜茶、奈雪的茶大搞价格战，但翻台率依旧不升反降。家电、服饰、电动车一波接一波降价，但库存却越来越高。消费者不是不想花钱，是根本不敢花钱。北京当然知道通缩的可怕，但他们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，于是又开始老一套印钱、基建、刺激房地产。但这些工具已经失灵了，基建拉动不了消费，房地产已成无底洞。央行数据显示，2025年前5个月，中国 M2 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 9.3%， 但广义信贷数据社会融资总量却出现大幅收缩，表明钱根本没进入实体经济，也没进入普通人手里。中国不是没印钱，是钱被困在了中南海和地方债里。房地产方面更惨，2025年前5个月，全国新房成交同比下跌 28%， 而3、4线城市库存周期已超过35个月。也就是说，就算未来3年不开工，也还有房子卖不完。恒大之后，越来越多中小房企也陷入暴雷倒闭潮。房地产曾是中国经济压舱石，如今却成了炸药桶。今天你看到的只是 CPI 和 PPI 2个数字的下滑，但它们背后是一个14亿人口大国的消费信心、制造能力、就业结构、财富积累正在被慢刀子割肉似的削弱。没人愿意花钱，企业只能血亏甩卖，年轻人被困在无薪实习、裁员漩涡里，政府假装一切如常，统计局把不利数据悄悄藏起。这不是周期的低谷，而是系统性衰退的预兆。